行皇帝，讳载，谥号康宁公主。宪宗昭德睿文武皇帝也。自成徽元年，亲御万机，勤政爱民，恭俭而民，国祚中兴，天下蒙赖。今已即崩于永安宫，享年40+1。文武悲怀，百姓痛悼，哀哉痛哉，肃然四海。儿子，听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到地府，生前的一切功过都会被审判，该受罚的受罚，一切都理清之后，就该去投胎转世，去经历下一段人生。朕这一生杀伐决断，造下的杀孽半点不少。贵在入主东宫还不够吗？还不谢恩？呸！不过是个出身低贱的小玩意儿。位在得位不正，我等当匡复正统，拥立平王，复我宗室清明。可朕问心无愧，自然也不惧任何神鬼审判。谁成想，现在朕被困在了自己的陵墓里，无人引渡，自然也无人审判。唉，罢了。这陵虽是按我的喜好修的，但住进来才觉得空空荡荡，无趣得很。唉，也不知阿邹、西童他们何时能来。年轻的时候，骑射、蹴鞠、牌九、博戏，什么都玩。驾，来追我呀！后来做了皇帝和臣子，就再没那个闲暇了。嗨，你耍诈！殿下，敏敏，等等我呀！天牌！哎，给钱给钱！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你方才左手是不是换牌了？哎，来来来，下一把，谁赢了谁挑宵夜啊！如今倒有的是时间，嘿，等他们来了，我定要在陵寝里摆上好几桌牌九。啊，可还得多久呢？真是无聊啊！也不知他们线下在干什么。哦，应该在替我看着我家的小姑娘。唉，算了，还是多活几年吧。知白还那么小，得多帮帮她。哎呀，反正现在只是个活儿，谁还管得着我？没有神鬼来审判，史书又会如何评价我呢？应该还算是个好皇帝吧。世祖宣宗必是比不上的，但陈辉忠心是不是能肖想一下？哎呀，说起来，当初择定年号的时候，在礼部呈上来的一堆年号里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。还有人在边上笑话我，
建兴、景和、永昌、昭明、成辉、建兴。有的人在外头一副稳重模样，内里不知道有多激动。怎么能不激动啊？为了这地位，我们走了多久，又忍耐了多久？我本志不在此，但兄长们忌惮于我，总想排挤我，有一个赛一个的废物，根本配不上这个位置。那怎么这个年号就不能让我来呢？我从登基用到了驾崩，而让我下定决心要争皇位的人，昭昭，来尝尝酸梅汤。真好喝！我特地留了对东珠耳坠，正好配你这身襦裙。哇，好漂亮的珠子啊！小厨房新做的糕点，快趁热吃。昭昭，你怎么了？太医，昭昭，好疼！快叫太医！好疼！昭昭，昭昭！对，昭昭。我记得修灵时，特意命人将他的墓也移进来了，在哪儿呢？不是这里，也不在这儿。找到了。他死的时候还小，也没什么官职，只能占这么小一块地方。但有这么大片的海棠，他应该也会喜欢吧。忘记自己只是个魂儿了，看得见却摸不到。他不在这里，也对，他走得那么早，应该早就投胎了。那也很好，下辈子做个普通人吧，平凡的长大就很好了。这里葬着李将军，殿下快走！还有王尚书。为了天下苍生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还有他们，都是朕的同党。本来以为全忘了，可看到这些名字，一件件并肩的往事，都记起来了。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？朕许诺过你们的圣誓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50、20，他们至少还能活上20年吧？啊，那就这么干等着也太漫长、太无趣了吧？哎，
先睡一觉，待他们来叫醒我。破原著广播剧《白云千载》第1集。终于能好好歇一歇了。好吵啊！太吵了！啊？不对，铃木怎么会有吵闹之声啊？定是他们来了！可叫我好等！这还是我的铃木吗？柱子掉漆了，石碑也裂了，头呢？追风的石头怎么没头啊？哪里来的贼人，敢在祖奶奶坟上动土？小姑娘也没派人来修缮它吗？算了，先去找他们吧，他们肯定知道我死后都发生了什么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全变了样啊？灰林外头本该是空旷平原，现在这许多高塔式作甚啊，怪模怪样的。姐妹们，把扇子举高点！哎呀，这地儿风水就是好，跳完浑身得劲儿。哈，哪来的闲杂百姓进进出出啊？还在灵前手舞足蹈。我是皇帝！无理小儿，站住！才不是呢！老师说这是女皇帝的礼物，应该我当皇帝。忘记现在是魂体，他们根本感知不到我。也罢，大概是白被踩。灰灵的城墙呢？怎么只剩下几段了？看着也小了许多。南边儿，哎，那边那几栋新大楼封顶了吧？听说这片要做成什么科创园？什么科创园？往东不就是大学吗？那片地儿东边是个大学，大学像是太学，书院。谁把书院建在坟边上啊？来，大家往这边看啊，往西是市民公园，也就是原来的皇家园林。在西边，公园，公众的园林？不是，什么公众的？那是我未宰的园子。呸！不对，那是我的灵。他爹的，他娘的！这世道是怎么了？这是新立的块碑，全国第2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灰陵，1982年2月立。怎么才第2批啊？谁的灵胚是第1批的？不过，这1982年又是哪朝的纪年？怎的能有这么长？新立的牌子们，有些认得，这
这有些字怎么都缺胳膊断腿了？哎，这画上的是我，周宪宗魏载，927年至968年，新周第11位皇帝。927到968，41年，正对应了我活的年头。也就是说，968年到1982，这已经是1000多年之后了吗？我一觉睡了1000多年。这样也好，我成了魂灵的时候没闹腾，这会儿子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只是可惜啊，大概是与友人们错过了。昭昭目前的海棠都谢了，叶怀泽、邹永金、孟希彤，该在的都在了，但依旧只有我一个灵魂。还有你，躺得离我最近，说好的要与我同穴呢。罢了罢了，死后之事你也做不得主。可你怎么也不等等我？若是你在这里，我们曾经想象过的清闲日子不就有了吗？都怪我睡过头。算了，他那般好，值得去过更好的人生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哒哒哒哒哒哒是什么什么呀？哒哒哒哒哒哒才是最开怀。哎，这曲子跟咱那时候可不一样，倒是挺好听，也挺新鲜，听个几回就会唱了。来，1、2、3，扭起来！这1000年后的天下真不一样，你瞧瞧，50、60岁的百姓，大白天的就在我园子里跳舞，笑得跟个孩子似的。各位朋友，请往这里看，这块石碑上记载的就是周宪宗魏载陛下的重要事迹。他在位时励精图治，修订律法，重视文教，养护民生，是新周王朝的中兴之主。没错没错。他本人十分重视商贸往来，大力发展海上商路，最远抵达了今天遥远的非洲大陆。非洲在当时可是很了不得的。非洲是什么地方？有意思的是啊，魏载爱享乐，享乐怎么了？我的百姓有钱花，都能乐呵呵的跳舞唱歌，有什么不好？可没少被朝臣参奏，说他与民争利，重商误国。折子呢是一摞一摞的地，可他就是没改。虽然当时大臣们批评他重商享乐，但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，正是他的经济政策造就了成徽中兴。年年都有人劝我，结果后世倒是说我做得对。这都多少年没跳了，别笑我踩你脚啊！踩就踩呗，这贴的也太近了吧！要是他在，哎呀，我在想什么？你别躲嘛，我都找你半天了。光天化日，卿卿我我的，还有人呢？有人怎么了？还是2个女郎？牵个手吧。谁信你只摸手啊？
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保证，只亲一下就放开，好不好？骗人精！好直接，这就亲上了。哎呀，1000多年了呀！我那会儿胆子最大的时候，也不过是……哎，嘘，别乱动，再往前就有人了。殿下怕什么？您可是公主。我才不怕呢！我只是想牵一下你的手。那殿下就牵吧。接着袖子遮一遮，没人会看到的。殿下的耳朵怎么红了？胡说八道！我才没有红呢。是，没有红。行了，还想不想逛灯会了？哪像现在？哎呀，到底是不一样了。还是你这安静，没有百姓在坟头瞎报。正好，你洗清净，别被扰了安眠。唉，你倒是睡得安稳。睡吧，这里也离我最近，有我陪着你呢。我的长史、左相、臂膀，也是我深爱的人，许清初。许清初，字建幽，丰州溧县人，新州名相，政治家。哎呦，你是在叫我吗？你能看见我？当然能呀。你是谁？我叫许建幽，跟这位大人物的字一样呢。何止与许清初的字一样？所以我来看看他。你们分明长得也一模一样。你又叫什么呢？魏仔，我叫魏仔。这么巧，我和许清初的字一样。你跟周宪宗同名同姓哎，你也是因为这个来看宪宗陵的吗？哦，对，是这样。这样的缘分可不常有。那我们搭个伴一起逛。我们走吧，主殿往这边。等等我。主殿逛完了，下一处景点是……你是第一次来？是啊，我今年刚考上益阳大学的研究生。本校保研的同学告诉我，隔壁就是徽陵公园，里面有个历史上的大佬，他的字跟我的名一样，我特意来看的。你呢？也是益阳大学的学生吗？不是。我看你穿的是周制的汉服。这样的天气不觉得热吗？还好。死的时候穿的好歹是帝王常服，怎么成了魂体？穿的却是这套年轻时最爱的儒裙。第一次见许清初时，我就是穿的这身。后来他还说，当时的你趾高气扬。那身贵气的衣服极衬你，从里到外写满了傲气。你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骄纵的小公主做你的主角呢？因为你好看。你惯会糊弄我。
该去的地方好像都去过了，应该没有遗漏吧？虽然他们长得一模一样，但这个许建优看起来并没有许晴初那般多智近要，甚至于有些笨，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我不是个人呢。不过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见过他了，哪怕只是个样子，我也想多看一看。今天真是谢谢你啊，陪我逛了这么久。我也很久没和人一起了。多亏你熟悉这里，不然就我自己，可能逛到天黑还找不到路呢。我被困在灰林里出不去。你是经常来这里玩吗？附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呀？也就是说，过了这道门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难得这么有缘分，我请你吃个饭吧。哪怕他不是许晴初，也不是什么大餐，就吃医大的食堂。我也想多接近他一点。哎，我们学校的食堂可好吃了，别在这愣着了呀，走嘛。你有什么忌口吗？我们食堂真的随便点都好吃。未来3年我可太有口福了。你能摸得到我？啊？怎么不能呢？就是你的手好像有点凉。千优，出去玩了？哎，你为什么要空举这只手？这是我刚认识的朋友。千优，你在逗我吗？你边上哪有人？今天是愚人节？你看不见？你看，哪有人？天哪，千优，你不会见鬼了吧？什么？我刚说什么了？建优，你抽个时间去庙里拜拜吧。一定。你不是人吧？你竟然不怕？怕有什么用呢？发生的事情总得解决。你到底是什么呢？如你所见，我是个鬼。你为什么跟着我？怎么能是我跟着你呢？要我一起逛园子的人是你，拉我一起去用膳的也是你啊。哦，对，所以只有我能看见你。怪不得我拉了你一路，路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。这也不怪我。所以你是谁啊？我说了，我是魏仔。你是这个徽林的周宪宗魏仔？是啊。好吧，我应该还没睡醒。抱歉，宪宗陛下，今天打扰了。我该走了，改天再来找你玩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觉得你是许晴初。许晴初？哦，是你的左膀右臂。我不是呀，我只是跟他用了一个名字。你跟他长得也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魏仔，我跟他君臣几十年，我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吗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我不是许晴初，我是许建优。你听我说，遇见你之前，我碰不到任何人，我是个魂，也出不了灰灵。但是今天我不仅碰到你了，我还跟着你出了灰灵，所以你对我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。这么推理倒也说得过去。可我和许晴初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因为我和他长得像？因为他就是对我最重要的人。哈？他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不是说君臣？哪样的君臣啊？情定三生的关系，你听懂了吗？
我现在要找你，履行3生的约定。秋待续，100年的不朽。仙丝开着荒谬，在烧灼破旧。万里山河沾染血锈，他与我的酒，甘愿今年大醉，志气不朽。那年平桥观月如钩，望眼前行自同谋，此后岁岁天地无悔，帝王无仇。当时横褪色，是某一人他的美秀，欲创一举君，海晏和亲，和君成白首。若白云流过，少时风霜，夜思已如钩。千载山外梦游，只知你停留。随逐欢流，桃李烂漫，眼尽天下万道。可见世道数般沉浮，自我旧梦难书。惊空何处？他落笔时再会白昼。能否凭年岁奔走昼夜，名不见理。携手共荣，助一穷路。只月光倾落，与我前路，迢迢已自由。爱如翩翩蝶舞，残破剑无缚。回望半生的苍茫云舒，与他之光谱，残言传不息，烈火不尽，金笔墨难书。问流云一生，一番奔赴，未归他倾诉。若白云落山川，原来是悠悠。千载难逢邂逅，只知你停留。你学的什么专业呀？政治学。你能懂吗？理政治国之道，很适合你。怎么适合了？许晴初就很会治国，也很有手腕。我说了，我不是许晴初，我是许建优。